他們就問人家安大略博物馆哪來这么多东西啊？于是人家给我们講啊，兩個著名的傳教士，一個叫懷呂光，一個叫明義士。啊，這懷呂光呢，這口碑很差，經常被左翼知識分子批評說你應該向中國人民認罪，啊，你應該那個把這東西都還給中國人。因為懷呂光呢，主教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這個身份，就是替加拿大在中國啊所謂的收集。那個時代怎麼收集？就是去偷、去搶、去挖唄。所以懷呂光是懷着這個掠奪的目的，確實開挖了很多大墓，啊，包括周朝大墓等等，大量的東西給運到這個。繼續聊一聊加拿大啊，加拿大基本上80%多的人口全部沿着美加邊境，大家想想溫哥華也在美加邊境上，這個蒙特利爾這個離紐約州是非常的近啊，然後多倫多直接就在 Ontario 湖邊上。我是到了加拿大才聽說這五大湖原來連起來是一個詞兒，挺有意思，叫 homes， 就是家啊。在美國，在芝加哥這些五大湖區的城市，我還沒聽人說過這個。加拿大人管這叫 homes， 正好五大湖這個5個湖的名字的第一個字母連起來，正好就是 homes 這個詞兒，就是 Huron 這是一個湖，然後 Ontario 這又是一個湖，這是 O，M 就是 Michigan 叫密歇根湖，然後 E 就是 Erie 就是伊利湖，然後 S 就是 Superior 就是這5個湖，啊，這個5個湖這是世界上少見的這個巨型大湖啊，咱們講美國已經講過。啊，這5湖加起來跟英國一樣大，而且5大湖之大，這個基本上就是海。你在5大湖的哪個湖，你往遠處看，對面都看不見，就是煙波浩渺。因為那時候海運最重要嘛，那整個工業區都是圍着5大湖，啊，5大湖就能直接出海啊。但是5大湖的出海口是在加拿大，不在美國。啊，這加拿大跟美國邊境特逗，5大湖以西，大家一看特別直一條直線，啊，5大湖以西的這美國州之間也是一條直線，啊，因為這已經不是靠什麼地理決定了，或者是什麼氣候決定了，或者是打仗了，也沒打仗，就是英美兩國坐那兒說咱倆畫條線吧，啊，在東邊打成那樣了，打得亂七八糟，所以東邊國境線特別複雜，就是在東邊打了這個重要的1812年戰爭，連白宮都燒了。每次加拿大人說到最高興的時候說，我們跟美國就打過一仗，反正我們把白宮燒了，而且還是沒建完的就給燒了。這個他們沒怎麼着我們，但是其實呢，這事兒完全不能說是加拿大人幹的，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加拿大這個國家，那是美英戰爭。啊，或者美國管它叫第2次獨立戰爭，或者叫1812年戰爭，也是拿破崙戰爭期間嘛。啊，美國跟法國好嘛，美國獨立都是法國幫着的嘛。那就英法戰爭之後，英國贏了，然後到了拿破崙戰爭時代，因為美國老想支持法國，美國當時野心也開始有點小膨脹，啊，於是最後英國為了不讓美國支持法國，不讓美國啊進軍加拿大，於是就跟美國又打了一仗。那其實是英國軍隊，那英國軍隊裡頭當然是有一部分加拿大殖民地的軍隊了，那大家一塊兒這個跑去這個華盛頓把白宮燒了啊。至於這點火人到底是英國軍隊裡的英國人還是加拿大人也沒記載，反正加拿大人特高興說我們燒過白宮，反正美國沒把我們怎麼着啊。所以這個西部的邊界就是一條大直線，然後東部的邊界就錯綜複雜，其中這個最重要的5大湖出海口是完全在加拿大境內啊，所以這5大湖的最大優勢就是從大西洋過來的貨物能進到5大湖嘛。但是美國沒有出海口，所以美國才修了伊利運河。當然了，這個 St. Lawrence River 也有一個問題，就是裡邊的島太多啊。大家去看蒙特利爾一大塊地方，就是中間一特大一島，然後在蒙特利爾下去沒多久，就是叫千島，咱們吃飯那千島汁啊，就是那兒來的。那千島就更不得了了，那就無數個島，我說这怎麼通航？這無數個島。而且現在還有人工島，因為千島這個變成美國加拿大的富豪這個過情人節和結婚的地方，就是富豪要在千島那兒買一個島送給他的情人。千島上最大的一個島之一啊，就是美國的一個旅店業的巨子啊買給自己妻子的，蓋了一個像城堡一樣的東西，我還上去看過啊，有365扇窗戶，每扇窗戶都能看見夕陽等等啊。但是我上去看的時候還沒蓋完，後來就說停工了，不蓋了。因為他在還沒蓋好的時候，他妻子就去世了，啊，去世以後他就永生沒有再登上這個島，所以這個房子也就放在那兒了，啊，據說現在已經開始啊有人維護了啊。然後島賣光了以後，這個美國加拿大富豪跑到那兒去，說我送你一個，沒了怎麼辦呢？自己建一個，所以好多島是那水泥的，從那河底下出來一水泥島，就最小的只有1平米，上面種一棵樹，說這是我送你的那個情人節禮物。
所以這個美國最後是從伊利湖就弄了一條運河叫伊利運河，伊利運河通到了這 Hudson River，Hudson River 就是紐約那兒最大的那條河哈德遜河，所以從那兒紐約變成最大的港，然後從大西洋過來到紐約，然後紐約再进到五大湖。安大略省也是加拿大最发达的省啊，这个也是负债率最高的省，因为福利太好了，所以负债很高，它的债務比加州债務的2倍还要多。但是加州的人口可是他们的3倍啊！安大略省的净负债是3000多亿加元啊，4年内就会到3500亿加元。这个他们安大略省人還自嘲說，我們平均每個人才欠21000塊錢，人家那個魁北克省就是那法語那省說平均每個人欠22000呢，所以我們不着急，我們不是那個負債最多的。多倫多當然也是最重要的工業城市，也是加拿大最繁榮最大的城市，而且今天看起來沒有像對岸那些城市一樣的衰敗。大家知道美國大湖區的城市已經衰敗極了，最著名的就是底特律啊，咱們這兒媒體極為高興的這個報道了底特律1塊錢一個房，到處都是死成一片啊，底特律就崩潰了啊。最近好像稍微的恢復了一點，但是也確實不行。圍着五大湖的這些原來當年的鋼鐵城、汽車城，匹茲堡就是鋼鐵城，底特律就是汽車城，然後包括五大湖區最大的明珠芝加哥，現在看起來雖然依然感覺到歷史啊美好啊，但是感覺到生機完全不像過去的芝加哥啊，當然也不像過去那黑社會時代的芝加哥，美國黑幫電影大量都是芝加哥的。就我在芝加哥還問人家，我說你們這個經濟怎麼辦呀？未來這工業五大湖區全衰敗了，說我們現在就搞會展吧。所以我在芝加哥看過各種各樣的繪畫大展，然後藝術大展啊，各種音樂劇啊等等。但是芝加哥企圖從一個重工業城市變成一個文化城市是很不容易的。不光中國說，哎呀，很多城市想轉型變成綠色城市、旅遊城市，美國也一樣。一個城市慣性是非常的大，所以大湖區的美國一側啊，就是幾乎是已經是非常衰敗。然後呢，加拿大一側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多倫多了，但是多倫多看起來欣欣向榮。當然也跟華人有很大的關係。這個華人移民到加拿大去，當然蒙特利爾咱們說過了啊，你會法語的就容易一點，你就單獨一個移民政策就去蒙特利爾，想享受的就跑到這個溫華去。但是溫華畢竟人沒那麼多嘛，工業也沒那麼發達啊，是一個生活型的城市。那你還是有想很多事兒要幹的，要投資要這那的，就都跑到多倫多來。我的主要的好朋友是在多倫多。因為像這個歲數的人還都有點那種奮鬥的激情，說我還是想幹點什麼，就在多倫多。然後在溫華呢，就都是比我們更大的人，就是基本上到那兒快去養老了。所以多倫多城市呢，說實在的，就是跟大湖區的其他美國城市很像。這個多倫多就很像芝加哥應該說加拿大跟美國的北部是非常的像。加拿大的農村跟美國北部那些大農村是一樣一樣的，就一望無際的森林跟田野，城市跟美國北部的城市非常像，口音、生活各方面非常的像。應該這麼說，加拿大英語區跟美國北部之接近，遠遠超過加拿大英語區跟法語區之間。加拿大英語區跟法語區有明顯的區別，但是跟美國北部沒啥區別。美國北部你開到加拿大去都沒感覺，但是美國北部跟美國南部那個差別還是非常的大。所以實際上，如果按照經濟文化來劃分的話，加拿大南部的英語區和美國北部實際上是一大塊地區經濟也融合，口音也一樣，然後從農村到城市長得都差不多。所以你要是不告訴我這是多倫多，我就覺得這就是美國大湖區的一城市，因為咱們之前也講了，一切都一樣。但是多倫多明顯的比美國北部大湖區城市要乾淨，美國北部的那些大湖區城市看起來都，芝加哥還算好，但是其他城市看有點髒髒破破的。我覺得可能也是因為那個衰落，因為所謂的衰落就沒稅收了嘛。但是多倫多感覺還挺乾淨漂亮，然後這個生機盎然給我最大的震撼的不是中餐吶，什麼華人，因為咱們都講過了，多倫多中餐也很好吃，但是還是沒有溫哥華好。咱就不再誇多倫多的這個中餐館了，因為說你這到哪兒去旅行你就剩吃了。那咱們就講講這個多倫多給我一個最大的震撼本來我在加拿大就沒覺得我需要去什麼
真正的一個大博物館去看。我去看其實也都是看加拿大本土的什麼 First Nation 啦，原住民啦。你想這國家除了一些流行的那個歌星影星以外，也沒啥偉大的作家、偉大的那種歷史，不像去歐洲，我天哪，犄角旮旯里去崇敬偉大大師去。後來到多倫多說没事幹，說像我們這種人只要没事幹，就俩地儿，圖書館或者博物館。然後說好吧，咱們就那個博物館去一去吧。就到了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抱着隨便就是杀點時间的这個態度進去看，結果一進去看，我看傻了，就我幾乎沒有看到那麼多那麼珍貴的中國的東西。說實在的，那可能大英博物館沒都擺出來，確實也沒有博物館都擺出來，這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也沒都擺出來。但是在大英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我已經震撼過好幾回，但是沒想到跑多倫多去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進去一看，我天哪！從甲骨文到中國的雕塑，中國的各種各樣的東西，豐富且不說那珍貴我都看傻了。甚至有商周卜辞那個占卜的那個大骨頭都有，更別說那大的漂亮的甲骨文一大片一大片，我都看我說你要說英國法國說烧過圆明園搶過東西，安大略博物館哪來這麼多東西於是人家給我們講講，我覺得這個還挺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兩個著名的傳教士這兩個人在加拿大以及在中国口碑也很不一樣，一個叫懷呂光，一個叫明一世這懷呂光呢，這口碑很差。然後加拿大不是白左充斥嘛？白左当然是反对帝国主義的啦，反对侵略的啦，人家自己本來也是殖民地所以這懷呂光在加拿大經常被左翼知識分子批評，說你應該向中國人民認罪你應該那個把這東西都還給中國人然後如何如何。因為懷呂光呢，主教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這個身份，就是替加拿大在中國所謂的收集。那個時代怎麼收集？就是去偷、去搶、去挖唄。所以懷呂光是懷着這個掠夺的目的，確實開挖了很多大墓包括周朝大墓等等。那時候中國你想那麼積貧積弱這除了這個梁思成他弟弟梁思永那從哈佛學了考古回來主持了殷墟開發，那大量的東西根本沒有人主持。考古在中国根本就不是一個那個時代的中國需要的東西，那個中国需要的是富国强兵所以更没人在乎這事兒。他弄一幫人，然後就是能偷的偷，能挖的挖，能買的買，是不是大量的東西給運到加拿大來？當然，这個墓不是懷呂光幹的還有其他人。當時安大略博物館還委托了另外的人說：“你幫我那個能不能搬一座中國標準的明代墓葬回來？”這哥們說：“行我給你挖一個吧。”於是，在那個安大略博物館裡有一個特別完整的墓基本上除了底兒，因為這底兒沒辦法了，就整個裡邊全是真的。然後再一看，祖大壽之墓，這事兒很有意思。咱們之前講各種什麼吳三桂了、袁崇焕了，講了半天，祖大壽著名的這個關寧鐵騎悍將，這個吳三桂他舅舅這個極為能打，但是失敗以後投降了清朝，後來成清朝大将後來這墓就埋在清河居然被加拿大人给完整的把這墓給運到安大略博物館裡去了。所以大家現在說，哎呀，這個歷史愛國主義教育說祖大壽墓沒有，在多倫多那兒擱着呢。然後這個甲骨文呢，這個事兒還算有點意思，就是不能全賴到明一世頭上。因為明一世自己当然是一個傳教士傳教士在中國当然少數壞的，這個肯定是有的大部分都是辦學校這個辦教堂這個辦醫療整個西方的傳教的過程就是先給你治病先教你文化，讓你覺得我好，然後我告訴你這都是上帝給的你要不要信上帝？基本上是這個模式來傳教嘛。所以他也一樣，他在河南待了這個好幾十年，他在安陽傳教，當然他也在安陽建了一個中學當然後來他也去齐魯大學，因為齐魯大學是英美加三國的教會一起建的大學，也是就中国排在至少前5名的最好的教会大學，就是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然後就是齐魯大学，他也去那兒任教但是他在安陽住的時候也巧了，那個時候的甲骨文剛開始實際上是在這個大城市藥鋪裡被發現的突然有人買藥，說怎麼看着這藥這上頭怎麼有字兒然後就發現了這個甲骨文。但是呢中間有人就发现這東西值錢了，就從來不告訴這甲骨文從哪兒來的一直說在安陽，在什麼地方，其實不在的地方，所以人去挖不着，然後就只能買。然後這個少數奸商控制這個地兒，當時甲骨文已經非常貴了甲骨文最開始從藥鋪被發現的時候，恨不能就是6文錢1斤，按斤賣
啊，到後来等到这个名医士去的时候，已經是2兩銀子一個字兒，就不是按斤賣的了啊，是看這甲骨上有幾個字兒，一個字兒2兩，這一片甲骨文上通常7、8個字兒，這就10幾兩銀子一片，到那地步。啊，他正好教書那地兒就離這個地方非常近，他就自己騎馬溜達的時候，突然發現說，哎，你們這幹嘛呢？拿什麼呢？他說我要了，我收，然後他就收了一大堆。啊，他收了大概應該算是所有甲骨文收集裡面最多，他有5萬多片，5萬多片甲骨文啊！天哪，這個，所以他的甲骨文研究跟郭沫若齊名，啊，郭沫若研究甲骨文最後還跑英國大英博物館什麼去研究去，他自己收了就5萬多片，所以他還專門研究甲骨文，寫了專著，啊，中間一小插曲挺逗，遠近的農民都知道他在收這甲骨文。然後就到處給他賣，他就照單全收。但是他收肯定不是2兩銀子一個字啊，那是在北京的價錢，啊，他收是因為當地農民嘛，他還是很便宜的。後來就存在家裡，就覺得家裡怎麼那麼臭啊？這慢慢的，然後找來找去說臭味從哪兒來的？後來他發現這些甲骨裡有一些骨頭臭了就說明它不是甲骨，因為甲骨文都幾千年了，大家想那不可能臭了呀。然後再仔細研究，這是一個牛骨頭，牛頭骨。然後再仔細一看，是當地農民很聰明。當地農民說：“喲，這外國人挺逗，他收這玩意兒，就把一些牛頭骨給做舊，然後照着那甲骨上那字兒往上寫一寫，刻幾個字兒，然後趕緊做舊，磨一磨。什麼河南那兒的同志們都會幹這個，因為那兒是考古的那個大本營，所以那兒的人技巧都極高。這哥們兒名醫士也沒看出來，就照單收了一堆牛頭骨。”後來慢慢在家都臭了，他才發現哦，原來還有這玩意兒。最後他還學了一身過硬的本領，他能辨認真假甲骨文。後來他就騎着來教書，就無數大車把他這5萬多片都搬到濟南去了，啊，後來就打仗啦，抗戰啦什麼，他就跑了，就回加拿大了。名醫士是一個很愛中國的人，因為他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啊，他寫信給中國，他的朋友們就說我要把存在所有的天津的閣樓裡，然後還有哪兒什麼地方的所有這甲骨文，啊，全都捐獻給中國，也不叫捐獻了，本來就是中國，但是他也確實是花點錢買的，他說我都獻給中國。但是呢，中間還是有4、5千片吧，啊，是在2戰中間，因為他找不着人了，通信也斷絕了，他那些同事就覺得這東西是名醫士的，這個還是給他送回去吧，就也沒接到他指令，就給他送到加拿大去了。所以最後在安德烈博物館裡，居然有4700多片甲骨文，這個簡直是一大財富，啊！當然了，我後來還問說這個什麼時候還中國呀？人說中國人從來沒給我們提出來過，從來沒有人來要過呀。加拿大跟英國不一樣，英國、法國是不能還的。大英博物館裡頭有太多全世界，你想日不落帝國的時代搬來的，咱們就用最客氣的話，就是給搬來的吧。所以讓他歸還這個事兒就特別難。埃及為這個事兒已經鬥爭了很多年了，啊，因為保存在大英博物館裡有埃及各種各樣的國寶吧，你去大英看裡面最大的那些東西都是埃及來的。然後其中埃及現在一直在要這個能解開埃及象形文字之謎的叫羅塞塔，就叫羅塞塔石碑啊等等吧，這些珍貴的文物現在還在鬥爭中，還沒有還。因為這種歷史賬算起來，這個就不知道怎麼算了，就是大家誰都搶過誰東西，你說這東西他怎麼算吧？所以大英是不還的，大都會博物館是更不還。大都會博物館說我都買的，我不管最開始誰從你那搶的，我是花錢買的，所以大都會博物館說我也不還。到加拿大一個白左當道，然後非常有那種這個社會主義思想，安德烈博物館說沒有人找我們要，但是如果找我們要，這個可能也會還。這個，所以咱們這節目播出以後，可能是因為咱們沒在乎人家加拿大那，覺得人家可能是一小博物館，天天盯着盧浮宮什麼大英之類的，那兒有4700片啊，咱趕緊去要一下。而且名醫士生前一直要求把這東西還給中國。當然了，啊，也有另外一種觀點啊，我也看見有不少人說這觀點，包括一些公知啦，說啊，幸虧被大英帝國搶走了啊，幸虧在盧浮宮了，不然留在你國不是全毀了嗎？當然了，你也可以這麼說，這每件事角度都有不同的嘛。你可以說留在埃及有可能也毀了，你可以說全世界就放在大英帝國是最安全，就算可以這麼說，但是當這些國家已經不再是那個樣子了，已經安定的時候，那已經不再是借口的時候，能不能商量商量呢？我作為一個讀書人，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是極為震撼。而觀燈裡頭不光是這些東西啊，商周的青銅鼎，
我天，中國也沒有更早的東西了。中國最早的東西就是商周的，因為中國夏朝有沒有，根本就目前還是一爭論。啊，有一些超級民族主義歷史學家說有夏朝，有夏朝。那個因為挖出夏朝首都了啊，說你看这不這兒呢夏朝，但是你仔細到那一看，那不是石器時代的一個小部落，那不能叫那個。各國劃分歷史的時候都很清楚的劃分什麼叫文化，什麼叫文明。商肯定是文明，是我們的一個朝代了。為什麼呢？基本上就是說文字有記載，然後有青铜制造能力，石器不算。石頭那各國更早，你要按石头算，那大家国家打起来了，说咱的歷史沒法算了，因為石頭這10000年前也有啊。說各國怎么來的兩河流域文明，清楚的是有青銅器，有文字記載，這就叫兩河流域文明。然後埃及那個文明有文字，有青銅器制造，有標準的城市出現啊，城市不是亂七八糟拿土堆的啊，是真正的叫建築啊。這個可以說埃及的法老時代啊，什麼王朝。啊，中國到現在為止有文字記載的，那《史記》那不算啊，《史記》那三皇五帝那炎帝跟黃帝天上打仗那不能算，就正儿八經是有文獻記載的，然後出土有證據說他當時有文字，有青銅器制造或者叫金屬制造吧，啊，然後有標準的真正的建築啊，这不是那個挖開一個土堆有倆茅草亭子，然後裡邊有一堆石頭，那不能叫。啊，所以到現在為止，中國也沒有找到任何有關所謂的夏朝的證據，最有證據就是商朝，所以那已經是中國最古老的了。雖然比人家埃及啊、兩河呀要晚了很多了啊，但是那也是我們中國最古老、最早的。居然在他那兒，這個看到了一大堆商代的、周代的那精美極了的青銅器，啊，以及後來的玉，這個中國最美好時代的龍飛鳳舞的那些東西，我天，看得我。本來我想去轉一圈走，結果在那兒待了一下午，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簡直太美好了。我相信加拿大一定會還，因為加拿大不是個帝國主義國家。雖然加拿大曾經追隨帝國主義幹了很多事兒啊，到這兒開始說兩句加拿大歷史啊。咱們幸虧去採訪了原住民的這個酋長，還有一段那個歷史啊。真正加拿大的白人的歷史就特別簡單，特別簡單，就是長時間是英國跟法國殖民地。後來英國把法國打贏了，就都變成英國殖民地，也沒像美國一樣奮勇的獨立了，啊，就也沒經過戰爭。美國有光榮的獨立戰爭，第2次獨立戰爭，然後美國人民特別驕傲，我們怎麼那個推翻了壓在我們頭上3座大山，然後我們就獨立了。加拿大也沒有，一路上他的獨立就是英國覺得大家該到什麼時候了，他就到什麼時候，啊，英國覺得這個4大白人說英文的自治領，啊，他幾乎跟大家一樣，就是這4大就是。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跟南非，啊，每次英國王室覺得，哎，你們可以自己選舉了啊，自己的那個省政府、州政府，他也跟着大家一起，啊，英國政府說，那你可以弄個憲法吧，但是憲法必須我英國這個議會通過啊，就弄個憲法，哎，憲法不能回國，憲法要放在英國議會裡，他就放在英國議會裡，放在英國議會的意思就是說你自己不能改憲法。因為你最開始你那憲法是我英國議會通過同意的加拿大憲法，所以就放在我議會。加拿大從來不抗爭，沒抗爭過，一直到1982年的時候，英國說：“哎，這憲法你拿回去吧。”加拿大才自己擁有了修改憲法的權利。所以加拿大當然它是個獨立國家了，啊，它比那個澳大利亞、新西蘭稍微前進了一小步，啊，這個一小步就是它那旗子上沒有米字旗，啊，大家看看澳大利亞、新西蘭的旗子上是英國國旗先擱在上頭。然後旁邊星星少的是新西蘭旗子，星星多的是澳大利亞的。加拿大就比他們稍微先進了一點兒，就沒用英國那個米字旗再多幾顆星星，而是用了他們那楓葉。然後一戰的時候跟着英國去打仗，然後死了很多人。因為加拿大的那跟澳大利亞、新西蘭一樣，也就是英國打仗，大家就為了大英帝國去拼命，然後出錢出人出力。犧牲也很大，一戰死的人比2戰多。澳大利亞軍隊，咱們講澳新軍團在1戰和2戰都打過特別著名而輝煌的戰例。澳新軍團在土耳其打的這個著名的戰役啊，以至於到今天澳大利亞大節日這個 Anzac 就是紀念這大戰役。2戰的時候，在北非澳大利亞、新西蘭打出過漂亮的戰役，阿拉曼戰役啊等等等等。這加拿大呢比較倒霉，1戰的時候也從來沒打出過像澳新軍團那種這個著名的戰役。這個澳新軍團經常被記載說如何英勇，說這些萬里之外來的牧羊人多能打仗。然後雖然加拿大人自己說我們很厲害，但是我看到各種戰爭記載裡也沒有記載到說加拿大軍隊有什麼
就更加的突出的表現。唯一值得一说的就是由加拿大军队真正的自己打的这个一场战役，而且也被载入史册的叫迪耶普战役。但是这战役呢，说起来实在是够倒霉，所以人家这个奥辛都有这个安扎克日，但是加拿大从来没有迪耶普日，因为这没法纪念。为什麼呢？因為迪耶普戰役純粹就是拿它當炮灰，就是這個敦刻爾克撤退嘛，這英軍以及一點法軍撤到英國去了，這邊蘇聯這不一塊打了嗎？這個德國進攻蘇聯，於是大家結成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然後這斯大林這扛不住啊，這莫斯科41年底差點被佔領，42年又開始在斯大林格勒又狂打，然後就一直說第二戰場，開闢第二戰場。美國說這日本在這好，珍珠港也給打了，這澳大利亞就恨不得都快被打了，達爾文港都已經被轟炸了。那我這太平洋上這兒的一大堆，然後這個大西洋我得訓練兵啊，慢慢運吶，所以美國人說我這稍微等等，你給我點時間啊。而且美國最後還是在北非先登的陸，也沒有去歐洲登陸。英國這就扛不住啊！當然，英美是運了大量武器資源給蘇聯啊，就是英勇的海員們，著名的在北海上乘風破浪破冰，然後德國下邊的狼群，上面的飛機轟炸，但是冒着所有這些危險向蘇聯運送所有軍事物資。但是這蘇聯人也快打沒了呀，最後說不行，你必須給我幹一下。後來丘吉爾說那幹一下吧，然後就跟咱們著名的忘人列傳裡專門講過這位忘人，就蒙巴頓，然後就跟蒙巴頓說，蒙巴頓。你去好歹幹一下這個第一呢，為了跟蘇聯說，你看我真的努力了，我幹了一下。第二呢，咱們未來肯定是要大規模登陸啊，等美國大哥準備好了啊，這個大軍來了，咱們一定會在歐洲登陸，咱們先試一下啊，這看看在法國海岸登陸是這什麼樣，這仗是怎麼打的，德軍的防禦是什麼樣，試一下吧。蒙巴頓說好吧，蒙巴頓就沒打過勝仗，這一輩子就是一個大紈絝子弟。正好這時候加拿大政府不停地請戰，講奧辛的時候講過，這澳大利亞政府比英國政府還要激動啊！每次英國一打仗，澳大利亞就宣布我們要為大英帝國爭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個先令，都要為大英帝國拼命。加拿大政府也一樣啊，這個其實所有人心情都一樣，就是越遠的那個越想表忠心嘛。加拿大政府這個時候正好不合時宜的來請戰，說：“哎，我們加拿大軍隊不是來了不少嗎？”英國說：“派我們去打打仗吧，我們要為這個大英帝國幹點什麼。”那蒙巴頓一看不是挺好啊，你這兒有自己願意上來送死的，說好，你們那個加拿大人上來打。所以迪耶普登陸戰除了極少數的英國特種兵以外，幾乎全部是加拿大軍隊啊！而且當時制定作戰計劃就是肯定贏不了作戰計劃，就是派個幾千個加拿大軍隊上去，然後佔領幾個據點，然後這個黃昏的時候再把它接回來。這你能接回來嗎？你想想看，諾曼底登陸是上萬架飛機、幾千艘軍艦，是這麼大軍向前打，還出現過大家看 D-Day 這什麼電影，那打成那麼血腥。您這就去幾千人，你怎麼回來呀？德國那時候62年也沒那麼衰落，而且那就去吧。然後加拿大軍隊衝上去了，到迪耶普登陸，然後還挺英勇，打了一通，被德軍全部殲滅。然後德國特別高興，押着加拿大俘虜在各個地方遊行，說你看，就這西方軍隊還想跟我幹，就這點本事，上岸一天就全被我全殲了。然後留下的照片就是一大堆加拿大人帶着這樣的鋼盔，然後特別喪不打眼的在各種地方遊行，然後被德國展覽，說你看西方盟軍就這點本事。所以從此之後，加拿大軍隊就沒有再打過什麼值得一提的仗，那就是諾曼底登陸，當然也跟着去了，那就是以蒙馬利指揮的這個21集團軍群裡有一大堆加拿大部隊。另外當然主要是美軍了，主要是美軍在打。上路以後實際上應該沒打過什麼敗仗，就英軍蒙哥馬利打過一次小敗仗，叫市場花園行動，就進攻荷蘭的時候加拿大軍隊跟着裡邊也就摻和了摻和。他至於所有的這個易北河會師啦，什麼阿登森林戰役啦，所有這些二戰中間各種各樣光榮的戰役阿勒曼戰役是人家奧辛進攻意大利的時候，連巴西的遠征軍眼鏡蛇能抽煙的這個標誌在這兒都打過漂亮的仗就沒感覺到加拿大還有什麼。然後就是二戰結束了，慢慢大家都獨立了，他也就獨立了。二戰中間就已經獨立了到後來出現過一個加拿大人民現在非常感念的一個偉大的領導人，就是現在這個總理土豆，小土豆他爸叫老土豆。老土豆在加拿大這個當政時期是奠定今天的現代加拿大的重要的一位領導人，在奠定今天加拿大的目前的半社會主義的福利的獨立的等等的這些政策基本都是老土豆，包括跟中國接近
包括跟中國友好，也是老土豆時代奠定的整個基礎。執政時間也很長，大概16年吧。那我也多次說過，我說那個時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那個時代是中國有鄧小平，美國有里根，英國有撒切爾夫人，蘇聯還有戈爾巴喬夫呢，台灣小島上還有一蔣經國，背後那新加坡比台灣更小，那還有李光耀。所以那個時代是一個非常值得懷念的时代那個時代的包括加拿大老土豆在內的這個全世界的領袖們共同奠定了今天的整個世界的格局以及各個國家的走向今天的美國那應該說基本上是里根時代奠定的今天的中國當然是我們總設計師小平同志總設計出來的，今天的新加坡依然還是李光耀時代奠定的應該說今天的加拿大就是老土豆时代奠定的這樣的一個加拿大。加拿大旅遊呢，除了去這幾個城市以外，當然了，如果你不怕冷，你当然是可以去冰天雪地的地方。当然还有什么辦過冬奧會的地方這個溫哥華就辦過冬奧會，最近這屆之前卡爾加里也辦過冬奧會確實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加拿大漂亮是不用說的，那麼大的國家，那麼點人，你說你要願意去看莽莽森林啦，還有個地方很著名叫班夫。班夫最主要的是因為倆電影當然不是在班夫的小鎮是離小鎮不遠的，當然是 Rocky Mountain， 就是落基山。這落基山是北美最長的一條山脈，從加拿大一直延續到美國南部，所以在北邊這落基山脈那兒拍過倆著名電影，一個叫這個斷背山，一個叫荒野獵人，就是咱們之前講奧斯卡時候嚴重吐槽的那部小李子得獎的電影《荒野獵人》也是在那兒拍的。然後大家如果有時間是可以去班夫看一看第一。別趕上下雨因為我們去的時候就趕上下雨，啥也沒看見，就除了看見很大的雨。然後但是到班夫有一個小的事兒，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白左幹的很多事兒是我們不能理解的，就是一些國家就像咱們講瑞典丹麥，加拿大也一樣，加拿大雖然沒有瑞典丹麥那麼社會主義那麼白左，因為它畢竟離美國近嘛，那它大量的事兒是受美國影響當然了，他還是覺得自己比美國要社會主義多了。美國人還看不起病呢還這那，人家全民醫保，只要拿張枫葉卡到哪兒就白看病各种各樣福利都比美國好很多吧。没美國那麼多亂七八糟的事兒，也沒有美國競選搞得這麼。加拿大人每天打開電視看看美國這個開槍什麼競選什麼這些亂七八糟的這個事兒，加拿大人特別有優越感，說你看他們在那兒整天搞什麼呢？你看我們這兒多好。但是他們也做一些白左做的天真的事，就比如班夫吧，就是告訴我們這麼一事，就是這森林你得有防火帶，你防火带你就得砍出或者燒出一圈來，這樣的話大火蔓延的時候就不會說一下蔓延到很多很多地方去，因為你中間有隔離帶嘛，防火带就火燒不過去了不行，白左堅決不讓，說你不能砍樹砍一棵樹就砍我心吶，這個你想他們保護動物也保護植物，然後樹不讓砍，結果導致沒有防火隔離帶，結果艾伯塔省就是班夫所在這個省正好這陣子發生了大火，燒了150萬個 acre，150萬英畝，就是1000萬畝這麼大規模的森林給燒掉，就是因為之前白左堅決阻攔，堅決不讓開防火帶，堅決不讓開隔離帶，就是保護樹木，保護，結果最後1000萬畝沒了。西方社會發展的其實有很多問題，當然問題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這個對很多國家來說，咱們先發展到那地步，然後再去想它那問題是怎麼來的。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呢？看看三文魚，三文魚是加拿大的最著名的特產之一，當然北歐也有，所以大家吃到最好的三文魚的時候，通常會說這是加拿大的西海岸的三文魚，或者是挪威的三文魚。加拿大西海岸的三文魚，這個當然主要是以溫哥華旁邊那條河裡邊的為主給大家講一個小故事，也不叫故事，就是我還覺得挺感動的，就是三文魚這個就只活4年就是他們一定要上河裡去產卵但是很多魚都這樣嘛，就中國有很多魚到長江上游去產卵，然後產卵卵就大了以後一路沿着河下來，然後到海裡去，沿着整個這個洋流先北上阿拉斯加，就是你看到他們這個生命的過程就觉得特別有意思，仿佛这種天啟的生命，就永遠沒有人教育他們，他們就知道要去阿拉斯加，然後沿着洋流到阿拉斯加，然後轉一大圈，4年以後游回到這個西海岸溫哥華這兒這河裡，然後就花很長時間，好幾個月的時間溯河而上，然後最終到達河的上游的地方產卵，產完卵就死，就是他們的生命就結束了這4年只有一次產卵，也是他們生命的最後一次，然後卵們又長下變成小魚兒，然後一路向下游奔騰路上
變成食物鏈的最底端，各种鳥吃它們，各種大魚吃它们，然后它们差不多每一对产个3000条，什么几千条小魚兒，游到海裡的時候大概還剩很少一點，然後繼續游4年，然後回來，這個到上游。這個故事聽得讓我覺得生命很有意思。加拿大政府為了生態啊，為了保護啊，然後建水壩的時候一定要建專門的這個魚回游的這個通道，要不然魚就撞死在水壩了。就咱們剛剛看到咱們國家的新聞，就是漢江那兒大量的魚最後撞死在壩上，就是因為漢江建壩的時候沒有考慮魚回游。啊，長江上建壩的時候，當時反對三峽的很多的這個意見也是說，那很多魚會滅絕啊，包括中華鱘這種珍貴的魚會滅絕，因為你阻斷了它溯游而上去產卵的道路。所以在西方很多水庫建壩的時候，都專門建一條通道，就是給這些魚好去上游去產卵。啊，中國當然咱沒發展到那時候嘛。那天我看新聞特別逗，那些魚撞死在那些壩上，血淋淋的，然後還有好多人在旁邊撈，特別高興，說趕緊這不要錢的魚撈回家去。但是對魚來說，我覺得是比較悲慘。我希望我們以後建水庫水壩的時候，也能為這些和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這個生物吧留條生路。當然了，水壩建這個回游通道，我覺得是支持的。但是另一個措施，我覺得太逗了，就是在整個那個上游產卵區，用大網把它全蓋上了。說這為什麼呀？說這樣鳥就吃不着了。這個鳥吃不着，它就活下來了嗎？就那麼多了。我說那鳥怎麼辦呀？鳥就餓死了，掉下來了。鳥也是跟我們一起生活在這地球上的生物啊，而且人家本來是有自然的循環，人家自然是有天道的，自然是有食物鏈的。那你也不能說不讓老虎吃東西，那老虎又餓死了怎麼辦？那你說不讓老虎吃魚，然後這個魚就繁殖的特別特別多。那魚繁殖的特別多以後，這些魚的食物又怎麼辦？是吧？原來大家形成的本來是個平衡啊，它生出來那麼多，被鳥吃掉一大半，然後它往下游走的時候食物也夠啊，游到海裡的時候食物也夠，然後現在不讓鳥吃，拿網蓋着，然後鳥不知道去哪兒去了，可能從別的人能找着吃。但是問題，當這些魚到下游以後，到海裡以後，這些魚的食物又從哪兒來呀？是不是你過於的要保護這些東西？因為加拿大人可喜歡三文魚，尤其西岸的，就覺得是好像是他們的一個重要的標記一樣。到哪兒去吃飯，每個飯館裡都要告訴你我們這兒的三文魚，尤其是那個季節啊，這三文魚上來的時候，啊，當然再說一句話，人吃沒事，鳥吃不行。這個政策太逗了，人烤着吃、炸着吃、煎着吃都沒事，鳥吃不行，拿一大網子給蓋上了。當然你也可以去打獵，當然最近是也被各種媒體這個詬病吧，因為現在越來越保護動物了啊，打獵又不能這個拿矛打吧，有標槍運動員跑那兒衝人家扔標槍，然後弄了一天一夜人才死。總而言之，最近美國媒體又鬧這些事兒，但是加拿大也是美國人這個很愛去打獵的地方，因為它確實地廣人稀，動物也豐富。好，有關加拿大說了這麼多好啊，把人誇的那個一塌糊塗，但是咱還總得吐點槽，不能哪兒都好。就像咱們把北歐說那麼好，最後說租車不行，費死勁，啊，效率低，這個因為你太追求這個高福利啊、高稅收啊。加拿大呢，這也是一樣，效率也很低，而且這個我要吐槽一下，這個很大很大的公司就是加航，加拿大航空公司是我走遍世界遇見的最差的航空公司。應該這麼說，因為我想來想去，還有什麼比這更差的航空公司？幾乎是這個想不出來。雖然我在北歐的時候，也所有航空公司都罷工啊，什麼這那呀，啊晚點啊，但是人家至少態度是好的吧？這態度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東西天災人禍你也沒辦法。你說下了雨、打雷、晚點，當然加航也沒比別人好哪兒去。但是這之混亂啊，之那個效率低下。就我給大家講一下，這個我第一次有生以來機場遇見這樣的情況，就是從加航下來，大家都從那兒走嗎？那正常所有機場大家都坐過那麼多年飛機，就是向上走，那門也應該開，因為那就是一個下飛機的通道。就突然來了一個人說：“哎，不從那兒走，應該從這兒走。”於是我們就下來了。我們都說這不是到達，這是出發呀。說你沒事就從這邊走吧。嘩，一打開門，大家都出去了。走了20分鐘，完全找不着任何標誌。說這哪兒是出去的，全是上飛機要走的人，就我們這一波人傻了吧唧在那亂轉，說從哪兒出去的？人說這不對呀，不應該從這兒出來。最後轉來轉去轉了20多分鐘，終於找着一口出去了。然後出去以後就
又被追，然後就說哎不對，这樣，就出去以後已經在海關外頭了，因為那是国際航班啊，飞到那兒先得过一海關呢。然後就又把大家拦到这兒來說從這兒走，我們都傻了，說還有這樣的航空公司，最後混亂到這程度，幸虧我們是最後被導引到那兒了。然後專門就听人说就出现过，最後都已經過了海關了，啊，那咱且不說恐怖分子什麼的啊，就直接過海關就進去了已經，然後到處找回一半人，剩下一半人不知道上哪兒，上出租車什麼都走了，就出现這麼混亂的情況。然後這飛機也更可笑，您在整個加拿大裡就只能坐加航嗎？那飛機之破，就同一架飞機最逗的，因為這來回來去飛，第一天飛这架飛機坐在同一個位子，然後就看電視怕它掉了，砸腳上了，跟人來說，哎，說你這電視怎麼掉了，砸腳上了？人說那沒事，這有什麼呀？那個給你拿走吧，咵給撿了，把電視拿走，前面一大窟窿，就這麼坐一路。然後第二回一看還是這飛機，然後上去以後座位又壞了，座位不能動，然後这個什麼也動不了，然後就跟人說半天，人也不給你換座，人就說那沒辦法，座位就是壞了，就是一直這個態度。加航的機艙內的衛生感覺也很不像加拿大這國家，加拿大這國家咱們也說了，哪都乾淨漂亮，結果一上飛機看着可真不像。這個第三世界的航空公司說實在的都很少吧，像那樣的各種服務員也都很懶散啊，尤其是我們看慣了中国航空公司上面的特別殷勤的服務啊，特別乾淨的機艙，然後跟那一對比，那真是差距是很大的。最後要吐槽就是最後我離開加拿大的時候，這一次我就在換票的時候，當然我也很不高興，因為那麼多人排隊，他就一個櫃台，就是很像中國20多年前，就氣死你，就一人在那坐着排這麼長隊。那明明看見人在裡邊，人就不出來，人就不出來工作，这有點像美國那個海關，但是像這麼邪乎很少見，因為你明明看着人在那裡，最後終於來一男的，他也不耐煩，說來吧，我這兒又開一個，然後就分成2隊，我就過去了。後來我就過去說，我說你們明明有人，為什麼就開一個，讓大家排這麼長隊？然後我說我整個對加航啊，1、2、3、4就說了一通，結果他來一句，那你幹嘛選加拿大航空啊？啊，我說這就是你的回答嗎？他說對啊，這就是我回答。我說你沒有覺得有一點歉意嗎？對一個加拿大航空坐了那麼多回的旅客，你沒有覺得有點歉意嗎？從飛機上飛機下啊，從各種各樣的服務啊等等，我說你沒有一點。他說我沒有啊，誰讓你選擇加拿大航空的？我差點就炸了，你知道，这要在美國當場炸了，是種族歧視，直接就來。但是加拿大還沒這個，在美國說你種族歧視這一大事兒。那男的就這樣看着我，一個長得非常這個端莊的一個白人中年男子就這麼看着我也沒法炸，因為那等了那麼久，飛機也快起飛了。我說行，你等着，我要好好聊一聊你這個，但是我忘了拍照片了，這個應該給他拍下來，擱在這上頭，氣壞了我了。我這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件事兒，這要在中國發生這件事兒，早揍他了。這那中國人那脾氣，你想想，好，人家沒事，人就這樣。在返程的路上啊，又看見了一個帶狗的明星吧，不是大明星啊，但是在這個 Shameless 就是無恥之徒裡演了一個還算重要的角色吧，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加拿大人而已吧，就看到他帶着狗上了飛機，然後回來一查社交媒體，發現他在社交媒體上還指責過中國的這個玉林狗肉節啊，之前還在这個社交媒體上罵過加拿大航空，說不讓他帶狗啊，現在終於如願以償讓他帶狗了啊，可是呢他帶了狗他平等了，可是他忘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有很多人對狗是過敏的啊，尤其是西方人，这很容易過敏。果然这飞机飞到一半的时候，廣播就開始尋找醫生，確實有人過敏了，而且甚至中間一度嚴重的要緊急降落。所以這個咱們長期以來一直講的問題啊，就是文明啊、平等啊、自由啊，到底怎麼來界定它，怎麼來博弈的問題。你讓帶狗上飛機的人的自由有了，其他人的過敏又怎麼解決？所以要嚴重吐槽加拿大航空啊！希望加拿大航空看完這個節目以後啊，能夠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好好的改進一下自己的服務。加航原來是個國有企業，後來私有化了，但是依然是一個壟斷性的企業。因為加拿大除了它這一家獨大以外，只有幾家很小的這種廉價航空公司，所以這個本土機場的各種稅費都特別高啊，加上地廣人稀啊，機票又特別的貴，而且保護主義嚴重。註冊的加拿大航空公司必須75%以上的控股權是加拿大公民所有啊，競爭者很難進來。保險業也壟斷嚴重，所以才導致汽車保險非常的貴。
北美排行这個多倫多的地區是每次都排第一，平均每年保養費都2000多加元啊！經常聽人說保費每年上萬加元，那就是車好的啊，全球差不多都快是最貴的了。好，各位觀眾，有關世界第2大國家加拿大，我是浮光掠影啊，因為我了解加拿大遠沒有了解它南邊這國家多，所以就跟大家聊這麼多，希望大家有機會親身去體驗一下這個大的國家。